母亲，你安心去吧。如今沈家有了弟弟，香火也会永续。你这一生擅妒专横，落得这般下场，皆是天意。夫人，你一介商户女，本就配不上我沈家书香门第。今后你的万贯家财，自后归沈家男丁所有。我半生筹谋，竟养出个替父纳妾、应付私生子入门的逆女沈如庄。你靠着我商户家财为上下打点，撑起你寒门的体面，现如今也配嫌我出身卑贱。若有来生，我定叫你们尽数偿还今日之债。夫人，外面来贺寿的宾客们都还等着呢。这不是我曾经日常起居的堂屋吗？夫人可是验着了，今日是您30整寿，知州夫人、侯府小姐都在席上等着呢。您再不出去，恐落人口实啊。30整寿，我竟然重生了，重生在我30岁寿辰的这一天。前世的今天，我疼了10几年的独生女沈青桐，可是送了我一份大礼，当着满族宾客的面，替父纳妾，迎私生子进门。嬷嬷，梳妆。沈青桐，你不是想当你父亲的大孝女吗？这一世，母亲定让你求人得人。这沈小姐真是贤德，为了父亲不绝后，竟私下替父纳妾。只是这沈夫人一向善妒，怕是容不下这孩子。母亲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女儿实在不忍您背负不孝之名，这才出此下策。求您看在女儿面上，认下弟弟吧。我的好女儿，还真是难为你了。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偷偷给男人送女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……母亲，您怎么能用如此粗鄙之语，当众羞辱您的亲生女儿？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他嫌我商户女出身，嫌我抛头露面，却心安理得享受我赚回来的滔天富贵。上一世我想和离，他为了沈家皇商的地位，缩头乌龟一样死活不肯签字。老爷，当初我生下青桐，老爷亲口应允，这辈子只守着我们母女，绝不纳妾。如今老爷要言而无音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子女缘分自有天定，我自然是不强求的。只是青桐这孩子实在孝顺，多次命人来服侍我，我不忍服了他的一片孝心，是故才有了这个意外。原来如此，老爷还真是个被动的好父亲呢。原来竟真是沈小姐主动替父纳妾，这实在是于理不合啊！闺中少女岂有插手长辈房中事的？真是闻所未闻，也不嫌臊得慌。父亲身为沈家独子，若后继无人，
沈家的血脉传承岂非就此断绝？沈小姐此言倒也有理，子嗣传承无论如何是占着天下大义的。为了沈家长久计，女儿即使声誉尽毁，背上天下骂名，也心甘情愿。母亲，求您接纳弟弟吧。你们哭什么？我何曾说过不接纳这孩子了？你说的对，沈家确实得有个儿子来延续血脉。既然如此，你素来总抱怨账簿充满了俗气的铜臭味，我往后也就不勉强你学着管家了。这担子就由你弟弟来挑吧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摆脱那些烦死人的算盘，做个只管吟诗作画的清雅贵女了。这偌大的家产，以后反正还是我娘说了算，还能少了我那份不成？这孩子是沈家如今唯一的男丁，自然不能亏待了，就叫他住碧无院吧。那可是沈夫人花重金请了数千能工巧匠，营建了整整5年，特地为沈小姐及笄准备的奢华院落。至于青铜，你就搬到书堂院去吧。你素来标榜自己喜好清静，不重俗物，那里最适合你不过了。搬走？怎么，你不会不愿意吧？女儿并非不愿，只是疏兰院朝北，终年不见人光，未免有些阴冷潮湿。原来你也知道那里阴冷潮湿。前世我重病在床时，你是怎么忍心将我如同丢弃破布一般，扔在那个地方等死的？小小问题而已，何必这么计较？你如今也是当长姐的人了，应当懂事些，让着弟弟。听你母亲安排便是了。既然都没异议，那便搬吧。青铜，这不正是你所期待的圆满吗？以后这种时候还多着呢。夫人，您寿宴之后这几天，日夜扑在这些账本上，连眼睛都没合过几次，身子怎么吃得消啊？前世我疏于防范，落得个含冤惨死的下场。这一世，我要把沈家的每一文钱都牢牢攥在自己手里。去传话，把大小姐名下的布庄、酒楼，还有那家最要命的汇通钱庄，全部收回总账。大小姐的印鉴，一律作废。母亲，母亲，您在里面吗？在。母亲，这些天你安排给我的管事怎么全都不听使唤了？连账本都不让我碰，是不是你背地里吩咐了什么？我把你名下的产业全都收回来了。这是为什么？母亲难道还在为弟弟的事情生女儿的气吗？女儿做那一切可都是为了沈家的大局。怎么会呢？你不是一向自诩清高脱俗，只爱吟诗作画，最讨厌这些满身铜气味的产业吗？当初我逼着你接手这些铺子，
你还发了一通好大的脾气，怎么如今我替你撒开手了，你反倒不高兴了？可是云山和他的几个哥哥都在钱庄里入了干股啊！母亲突然把权收回去，叫我以后拿什么脸面去跟他们交代？沈家那个蠢货女儿被我们襄平侯府当刀使了都不知道，我们借她的钱庄私铸钱皮，出了事，自然由你们沈家来背黑锅。前世正是襄平侯府借着儿女交好的名头，利用青铜的钱庄渠道私铸钱币敛财。青铜这个蠢货被人卖了，还替人家数钱，最后东窗事发，侯府为了自保，把所有死罪全都推到了我的头上。青图啊，母亲这么做其实全是为了你弟弟考虑。为了弟弟？是啊，从前沈家就你一个，家业再多那也是留给你的，但如今可不一样了。你如今是当姐姐的人了，那万贯家财自然是要留给你弟弟顶立门户的。你可得懂事些，万事要懂得以弟弟为先啊。可是我是您亲生的女儿啊！什么亲生不亲生的？你弟弟以后也是要恭恭敬敬的叫我一声母亲呢。母亲这是在跟我赌气。果然他向来小气，以前我稍有不满，便冷着脸不说话，不吃饭，不请安，不出3日，母亲就会率先服软，捧着珍宝，温着软语来哄我开心，满足我所有要求。这一次我也不理他了。好戏还在后头。终于把钱庄里的那些见不得光的首饰全都清理干净了。襄平侯府要是还想再借我的地方洗钱脱罪，做他的春秋大梦。夫人，您连日辛劳，那书堂院里倒是不消停。大小姐每日砸东西，跟丫鬟抱怨屋子冷得睡不着。让她砸，砸坏了什么，直接从她每月的月钱里双倍扣出来。还有，老爷那边，或许是因为您痛快接纳了庶子，这段时间又一直忙于整顿产业，无暇顾及他，老爷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就这短短不到半个月的功夫，老爷借着给新少爷冲洗的荒唐名头，接连从外面纳了3个年轻貌美的小妾进府，整日里寻欢作乐，简直是荒淫无度。你这老妇，霸占着正妻之位有什么用？这些好东西终究还是用来赏美人的，你还是早死早超生吧。沈如庄，你这个一无是处、踩着我上位的寄生虫，我也容你够久了。只是，如今这世道对女子极其苛刻，家里若没有男丁出面，我一个女人手握8000万两巨额家财，只怕会惹来无尽的恶狼觊觎。如今我尚未找到足够强大的政治倚仗，还不能急着跟他签和离书。嬷嬷，去把府外那个最稳妥的心腹给我叫来。夫人有什么要紧吩咐？把这封信连同1000两银票交给他，让他去城南最偏僻的屠宰场找一个胆大包天、手脚最麻利的杀猪匠之女，给我找准机会，把老爷阉了。阉了！既然他那么喜欢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，那我就发发慈悲，好心帮帮他，替他一劳永逸。夫人，不好了，老爷的后院出事了，老爷他见血了。
夫人，断得彻底，斩草除根了。带着钱，今夜就离开青州，越远越好。慌什么？拿着我的名帖，去请城里最好的林大夫。沈老爷性命无碍，只是这断得彻底，请恕老朽无能为力。这世间万物终会有其定数。庸医，滚！给我滚！我不信！林大夫，我家老爷正是盛年，怎能就这么废了呀？传我的话，广发求医令，只要能让老爷断根复生，我沈家愿出100万两血金。啊！疼死我了！住手！快住手！以毒攻毒，断肢重生，安住老爷！放点黑血，熏蒸经脉。诸位都是杏林圣手，请尽情施为。哪怕治不好，我也绝不怪罪，另有丰厚辛苦费送上。看来天意如此，再折腾下去，老爷就没命了。辛苦诸位，领了赏钱便散了吧。老爷，既然您去志已成定局，为了不耽误后院的姐妹们，我已经做主给他们赔了嫁妆，全都遣散改嫁了。沈氏，你竟如此狠毒！满青州谁不夸我怜悯下？老爷，您牺牲自己一个，造福千万家，真是功德无量啊！往后就在这屋里好好享福吧。女儿给母亲请安。听说你为了我收回产业的事闹脾气，这2日茶饭不思，若是不合胃口，便让管家换个厨子。哼，现在开始迫不及待关心我了。母亲，下个月便是襄平侯夫人的寿辰了，不知家中准备了什么寿礼？你觉得该送什么呢？侯夫人身份尊贵，寻常物件怕是入不了她的眼。女儿想着，总该备一份稀世珍宝，才好配得上侯府门楣。前世我费尽心思，花费数万金为你寻来前朝佛像，你却嫌弃太俗气。有道理，与其送那些寻常的金玉俗物，不如你亲自画一幅画，再题上一首诗，这样再清雅脱俗不过了。这怎么行？是不是太简薄了些？怎么会呢？你平时不是总说襄平侯夫人最欣赏你的才情吗？既是高雅之交，她又怎会计较寿礼贵重与否？母亲言之有理，只是那一日全青州有头有脸的人家都会去贺寿，女儿怕这样会丢了咱们沈家的脸面。青铜，你须明白，真正的礼物不在于价值多少，而在于心意如何。若是真心相待，哪怕只是一朵小花、一片树叶，也能打动人心。否则，纵使金山银山，也只是敷衍了事罢了。你从前教育我不要太重俗物，怎么到了你自己身上就不管用了？侯夫人平素待女儿极好，女儿只是想尽一份孝心，母亲为何如今变得这般冷艳无情？尽孝心？你父亲病了这多久，
成日里痛不欲生，怎不见你尽尽心意去给他市集？父亲他如今脾气暴烈，连下人都不敢靠近。百善孝为先，从今日起，你去你父亲床前尽孝事急，若有推脱，便是忤逆不孝。父亲，您别再颓废了，女儿特意为您做了首诗，以表孝心。烈火焚身若伯贤，浴火重生看今朝。莫道浮云遮望眼，重整旗鼓上九霄。浴火重生，重整旗鼓。你这个孽障，你在嘲笑老子是个废人是不是？父亲您疯了，我是青铜啊！老子被淹了，你拿老子寻开心？从前你们父女情深，合谋算计我，如今没了我的庇护，所谓的亲情在利益和尊严面前连狗都不如。咬吧，尽情的咬吧。母亲，女儿不去了。父亲他根本就是个丧心病狂的疯子，他连我都往死里打，他遭此横祸，虽然是咎由自取，但他终究是你的生身父亲。为人子女，孝道是顶顶要紧的。我相信以你的慧智兰心，一定能感化他的。不，我不去，我感化不了父亲。你从前不是最心疼你父亲，总让我尽妻子的本分吗？怎么到了你这儿就不行了？难道你往日的孝顺都是装出来的？若是传出去，叫湘银侯夫人怎么看你这不孝之女？上一世，你和你父亲对我可曾有过一丝心软？父亲，母亲若是死了，我岂不是要守孝3年不能出嫁？侯府的婚事等不了。趁他还没断气，赶紧让他画押认罪，把所有家产全都转到我名下。去吧，继续去给你父亲市集。我沈家的女儿需要父慈子孝。恭喜沈夫人，贺喜沈夫人！侯夫人可是极喜欢沈姑娘的，说咱们沈姑娘孝顺懂事，才貌双全，那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姑娘。这不，特意命我来提亲，想聘给世子爷做正妻呢。素闻沈夫人持家有方，富甲一方，对沈小姐更是爱若长珠。这整个青州城，怕是要数沈小姐的嫁妆最丰厚、最体面了吧？那倒未必。我原打算把整个沈家的产业都给青铜做嫁妆，然而如今沈家有了个儿子，这情况自是不一样了。这沈姑娘自然是极好的，沈夫人如此疼爱，总不能薄待了她呀。青铜虽是我的心头肉，但沈家百年基业，总要有人继承。我家老爷如今不中用了，多亏青铜深明大义，替父纳妾，沈家才有了这根独苗，不至于断子绝孙啊。这可难办了。襄平侯府乃是百年名门望族，规矩大。沈小姐若是没有丰厚的嫁妆傍身，恐怕嫁进侯府也难以直起腰杆，更别提过得舒服了。侯夫人既看重高寿我家青铜的人品才情，想必是高洁之士，绝不会在乎那些铜臭俗物。若侯府真因此看清了青铜，那这门婚事不结也罢。送客。母亲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母亲，我是您怀胎10月唯一的亲生女儿，
您不会为了那个不知哪里来的亏待您的亲生骨肉，对不对？看，针不扎到自己身上，就永远不知道疼。现在你终于明白，你亲手接回来的那个数字会夺走你多少利益了吧？这就叫自食恶果。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呢？那是自然，母亲怎会亏待你？虽然不能把整个沈家都给你，但嫁妆丰厚些，让你风风光光出嫁，还是应当的。哎呦，有夫人这句话，老婆子我就放心回侯府复命了。沈家这气派，真是没得说。笑吧，尽情的笑吧，爬得越高，才摔得越惨。我为你准备的新婚大礼，一定会让你终生难忘。夫人，这是小姐要的嫁妆。哼，好大的手笔，从商铺到田产，从金砖到字画，无一不精，无一不贵。这单子上的数目，可是把沈家大半的家底都掏空了。拿去念给老爷听听。逆女，你这是要吸干我沈家的血吗？你带着这些钱去倒贴侯府，你弟弟以后吃什么？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我自私？我嫁的可是高高在上的侯府，没有这些嫁妆撑人面，我岂不是要被人踩在脚下？您别忘了，若不是我替您纳妾，您连那个小崽子都没有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休想拿走沈家一分钱！你这个老匹夫！好了，都闭嘴吧。青铜出嫁是沈家的大事，就按这份单子去置办嫁妆吧。母亲果然还是疼我。这堂堂侯府的聘礼，就只有这个？沈夫人、沈姑娘，您有所不知，如今北疆战事吃紧，朝廷筹备军粮艰难，侯府体恤国事，深明大义，这才一切从简。况且这玉如意可是太皇太后御赐之物，意义非凡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典啊！媒人说得对，御赐之物自然尊贵无比，即便是金山银山，又怎能比得上皇家恩典？有些人家只知道奢靡无度、极尽铺张，那是满身铜皱的暴发户行径。侯府清流怎会如此低俗？好，说得太好了，青铜果然长大了。你说的对，金山银山也万万不及御赐之物的尊贵，你可一定要死死记住今天说过的这句话。我的老天爷，这少说也有上百堂了吧？沈家可真是富可敌国。可不是嘛，香亭侯府这是娶了个财神爷回去，以后不愁吃穿了。青铜，你母亲到底还是舍不得你受委屈，有了这些，侯府的亏空就有救了。世子说的是，我母亲最疼我，沈家家业早晚都是我的。这蟒袍是手握重兵的成亲王。王爷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，小侄大婚，竟劳烦王爷亲自跑一趟，真是不胜荣幸。
臣女沈清楚给王爷请安。沈夫人，今日大喜，本王特来道贺。王爷安好。搞了半天，人家成亲王是冲着沈夫人来的。王爷，吉时快到了，不如上座喝杯喜酒。吉时已到，请新娘上花轿。且慢！青铜出嫁，做母亲的，还有一份大礼要送给我的宝贝女儿。母亲，您还有什么好东西要给我？难道还有什么地契？将所有嫁妆单子呈给成亲王，我要将这些全部捐给朝廷，作为支援北疆的军饷。母亲，你说什么？沈夫人，你这是何意？沈夫人，这玩笑可开不得。这怎么会是玩笑？侯夫人为了体恤国事，先减半寿宴，后减半聘礼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。我身为大魏子民，自当以国为先。母亲，您这是抗他人之谋。沈家家大业大，您捐些银子无妨，可这些都是我的嫁妆，您怎么能全捐了？谁说我只是捐这些嫁妆？我意已决，沈家8000万两家财，尽数捐作军饷。好一个以国为先，沈夫人高义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青州沈氏深明大义，捐足助国。特敕封沈氏为一品诰命夫人，以彰其德。钦此。臣妇接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令皇后娘娘感念沈夫人一片赤诚，特赐玉如意一柄为天庄之喜。我终于挣来了立身的倚仗，没有权势，挣再多的钱也不过是待宰的肥羊。青铜啊，这是我特地为你讨的恩典，正好与襄平侯府送的那把玉如意聘礼凑成一对。几百台嫁妆，就换这一件？金银财宝易得，御赐之物难求，这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，这才配得上你的体面。母亲，您为何如此狠心？不必多言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搬。沈夫人，今日之事，我代朝廷谢过。去吧，不要错过了吉时。夫人，老爷醒了，正朝这边冲过来，像是发了疯一般。让他进来。你这个毒妇，你怎么敢？沈家的基业，8000万两白银啊！你怎敢如此轻率就捐了出去？
怎么，你心疼了？那些钱可有1分1毫是你沈如庄挣来的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可是沈家的一家之主，你做这么大的决定，竟敢越过我！一家之主，一个吃软饭吃了10几年的废物，也配提这4个字？你目无副纲，我要休了你！休我？你现在拿什么休我？一品诰命夫人，你也配懂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，皇上收了军饷，龙颜大悦，原本有意封你个一官半职。封官？皇上要封我为官？你是怎么说的？圣旨在哪儿？我替你拒绝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拒绝了？你拒绝了？我跟皇上说，你无异于仕途，一向自诩闲云野鹤，视名利如粪土，皇上便作罢了。你毁了我的前程，你怎么敢？这怎么能叫毁了你的前程？这也是为了你好啊！一个被阉了的太监，如何能上朝堂为官？难道要去内宫伺候圣上吗？你一无所有的废物留着干什么？是时候和离了。把字签了。何离，你想甩开我？做梦！我死也不会成全你。你该庆幸，我还留给你一条生路。我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找人阉了你，自然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毒死你。是你，原来那晚是你干的，是你害我变成了废人。是我。你想去官府告我吗？去啊，没有证据，谁会信一个废人的风言风语？更何况我现在是一品诰命夫人，刚捐了8000万两军饷，皇上正对我恩宠有加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告我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签了他。合理可以，但沈家家财你必须分我一半，不，哪怕只有30%，否则我绝不签字。沈家家财，那都是我1分1毫拼杀赚来的。如今8000万两已全数捐给朝廷，剩下的铺子宅院全是我当年的嫁妆。你一个吃软饭的，凭什么拿我的嫁妆？签了字就立刻滚出这个院子，这宅子也是我的嫁妆，你没有资格再踏进半步。我并没有赶尽杀绝，我只不过是让你回到了娶我之前那个穷酸落魄的真实面目罢了。少夫人，请见佛。
本世子以为娶了座金山，没想到娶了个空壳子。沈青桐，你真是好本事！世子，我看着你就心烦，今夜你自己过吧。别哭，沈青桐，这只是母亲在闹脾气。以往我生气不理她，她都会坐不住找过来。等我冷落母亲一段时间，母亲撑不住来侯府低头送钱，世子自然会回心转意。母亲，儿媳迟到了，请母亲恕罪。侯府少夫人第一天便蔑视规矩，看来沈家的教养也不过如此。快了！这是什么？侯府的早膳就这般寒酸？少夫人见谅，府中用度紧张，少夫人分文嫁妆未带。哼，能有口热饭吃，已是夫人天大的恩典了。你们做什么？这是我的首饰。少夫人见谅，府中公用惯缺，借几件首饰变卖充公是应当的。您这一身商户气，留2根素银簪子就够了。这菜都馊了，叫我如何下咽？我自幼吃的是山珍海味，你们竟敢如此待我！既吃不惯府中粗茶淡饭，那就不必吃了。撤走，让他在这儿枯坐到明日。母亲，房中没有炭火，被褥冰冷，求母亲赏些冬衣和炭火。炭火银钱皆是民脂民膏，你一无用处，还有脸讨要？想穿暖衣，就回沈家去要。沈家不是富可敌国吗？母亲，您快看啊，青桐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您怎么还不来？娘，您快来啊！只要您先低头，青桐一定原谅你。你竟敢怒视我的衣裙！哎呦，少夫人见谅，这地儿太窄，老奴眼瞎没瞧见。瞧那空壳少夫人，连身像样的冬衣都没有，真是个没人要的赔钱货。小翠，去给我打盆热水，我要洗脸。你敢以下犯上！少夫人尽管去告，夫人早就发了话，你这般没用的累赘，打死也是活该。还没见过这么窝囊的世子夫人，连个丫鬟都治不了。没嫁妆的丧门星，谁会为她撑腰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是沈家嫡女，我是高明夫人的女儿啊！母亲，您看到了吗？女儿被人欺负了，连下人都敢打我。您快点消气吧，只要您现在带人冲进来救我，青桐就勉为其难立马原谅你。
您最疼我了，一定不忍心看我受苦的，对不对？哟，这哪是世子夫人啊？瞧这缩手缩脚的模样，倒像是哪家跑出来的江喜婆子。妹妹，世子昨儿还说呢，你空有正妻虚名，却像个空壳木头。瞧瞧世子赏我的这金镯子，妹妹怕是这辈子也没见过吧？闭嘴！你一个卑贱外室，也敢在正妻面前放肆，给我滚出去！我放肆又如何？一个没嫁妆的弃妇，也配跟我拿大？夫君救我！这个贱人以下犯上侮辱正妻，求夫君为我做主啊！够了，整日惹是生非，丢人现眼，还不快滚回去闭门思过，别在这里碍本世子的眼。柳儿受惊了，咱们走，莫要被这疯妇坏了兴致。夫君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母亲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在赌气。如果你肯低头，如果你肯送钱来，世子怎么敢这样待我？我不认输，我等你想通了，一定会带着泼天富贵来接我。我一定要让你亲眼看看我受的苦。侯府欠了债，这笔债必须由你去解决。你是沈家嫡女，你母亲是一品诰命夫人，手握滔天富贵。你现在就回沈家去，求他拿出银子替侯府还债。我不去，母亲还在生气，我现在去了也没用。若还不上这1000万两，侯府抄家，你也难逃一死。沈青桐，这是你欠侯府的，你必须还。不，我不能低头。一旦我开口求他，我就彻底输了。我一定要等母亲主动来侯府看我。没用也得去。今日你若不从沈家求来银子，我就在侯府打死你。我去，我答应回去。我只是去走个过场，绝不认错。母亲最是心软，看到我这般凄惨狼狈，额头带血，她定会心疼的当场痛哭。到那时，她不仅会帮侯府还债，还会跪着求我原谅她这段日子的绝情。母亲，我等着你向我低头。母亲，你救救我！襄平侯府的少夫人，怎么这副落魄打扮回娘家了？母亲，侯府现在就是个无底洞，朝廷天天催缴1000万两的国库欠款，婆婆每天逼着我拿嫁妆填窟窿，可是我哪里还有嫁妆啊？母亲，您当日真的把我的嫁妆一点都不剩的全捐了吗？你的嫁妆，自然是早已化作边疆将士们手中误国的刀剑与剑矢了。母亲，你就再疼我一回吧，求求你拿点钱出来救救侯府。救侯府？侯府的死活与我何干？母亲，您以前明明说过会把沈家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我的，您怎么能出尔反尔？我是说过，自你出生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是这么为你筹划的。但是你为了讨好你那个废物父亲，你做了什么？你替父纳妾，逼我认你父私生子，这些你都忘记了吗？侯府也是你自己选的婆家，你一心想嫁入侯府，想尊荣攀权贵，如今的苦楚，自然该你自己承受。母亲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替父亲纳妾，不该惹您生气，您别赌气了，救救我好不好？嫁入侯府，便是侯府的人。沈家与你早已无干，回去吧，不必再来了。来人，送侯府夫人回去。从今往后，沈家大门再不许侯府少夫人踏进半步。
贱胚子，没求来银子还想吃白饭，今天这堆柴劈不完，不准睡觉。没关系，这都是磨难，母亲一定在暗处看着。等我受够了苦，彻底认错了，她就会像以前一样抱着我哭，把我接回家。证据确凿，你这贱妇竟敢偷窃主母金簪！我没有，我从未见过这簪子。丢人现眼！母亲不必留情，按家规处置。拖到院子里，罚跪雪地3日3夜，不准喝水进食。母亲，青铜快死了，您快看我一眼，您快消气吧，再不救我，就再也见不到女儿了。夫人，大小姐她去了。哼，报官，我女儿嫁进这侯府的时候还是好好的。听说这香饼侯府私吞国库1000万两白银啊，还不起带着倾城，现如今全家被流放了。一品诰命夫人的女儿嫁进去不到半年，也被这群人给搓磨死了。母亲，娘亲，求您开门啊！侯府被抄家了，世子要被流放了，我无处可去了。娘，您救救女儿吧！侯府私盗国库1000万两白银的事情，皇上已经知道了，皇上震怒，满门抄斩和流放啊！女儿不想去汉之地受罪，您是一品诰命，您去求求皇上，或者您拿钱来赎我好不好？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听信父亲的话，不该算计您的财产，我不嫁了，我跟侯府和离，我以后留在您身边尽孝。尽孝？前世你为了一个妾室，为了你爹，眼睁睁看着被毒药穿肠，在牢狱中受尽折磨而死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尽孝？前世，娘，您在说什么？您是不是疯了？我是疯过，不过现在清醒得很。从前我爱你，倾尽所有，视你为命，可那份爱早在前世你联手你父亲给我下药夺我产业，将我推入牢狱，让我含冤而死的那一刻，就彻底死了。来人，把这个疯婆子赶出这条街，若是再敢靠近沈府半步，直接打断她的腿。遵命。娘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夫人，赌场传来消息，沈如庄因为欠巨额赌债还不上，昨夜被活活打死，直接扔去了乱葬岗。哦，那可真是双喜临门。前世的血海深仇，今日终于彻底了结。从此天高海阔，我沈夫人只为自己而活。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，请您去参加太后娘娘的寿宴。知道了，替我重赏传旨的公公。
老奴已经打点过了。公公还说，太后娘娘听闻夫人大义捐献军饷之事，赞不绝口，一直念叨着要见见您这位女中豪杰呢。太后厚爱，臣夫自然不敢怠慢。前世那个为了所谓夫君，女儿倾尽所有，最终落得家破人亡、含恨而终的沈家主母，早就死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牢笼里了。夫人今日真是光彩照人，若是老太爷和老夫人泉下有知，看到您如今得封诰命，又受皇家恩宠，定会无比欣慰的。是啊，属于他们父女的孽债已经彻底清算了，哪里还有半分前世被折磨的憔悴模样？这沈家，这天下还有大把的风景等着我去看。这一世，我会过得顺心顺意。